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就如标题所说的，最高级杀的玩家他要卖账号了。至于他为什么要把账号给卖掉呢？我就没有去询问。但我认为说最大的可能性真的是觉得说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什么可玩性了。而且如果要遇到比较好玩的 KVK 应该也比较困难了，又或者是他真的比较忙比较累，不想要去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 Osno 他已经达成了很多的成就，除了他是最高级杀的玩家之外，在他之前待在93的时候，他是曾经打败过960这个不败的王国，也曾经拿下奥西里斯邀请赛的冠军，也曾经参与过好几次大型的实施 KVK。所以我觉得对于 Osno 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吧。而且基本上他参与的 KVK 都是胜利的，他有拿过6次征服者之证。你们要知道，有些待在万国觉醒里面拿到其他成就的玩家也不一定像他这样子可以拿到这么多次的征服者之证。但是今天的影片主要内容呢，并不是讲 Osno 他的战绩怎么样，他的成就怎么样，而是要看他的账号。那么刚好在1年前我就跟 Osno 做过采访，我想要做个比较，就是1年之前跟1年之后 Osno 的账号到底有什么改变。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他目前拥有的装备。首先就是看到左边的步兵装备，差不多接近全部装备都要觉醒5了，然后全部都有专属。首先我们看一下上面那一排的装备，那可以看到这边所有的装备呢都是有专属的。第一套的工兵装备，不管是装备本身还是饰品，全部都已经觉醒5了。第二套的骑兵装备也是几乎全部都已经觉醒5了，只是剩下饰品还在觉醒3。第4个就是骑兵装备，不过这个骑兵装备并不是全部都已经觉醒5了，比较多是觉醒3。至于上面最后一个的装备呢，看起来 Osno 似乎还有在继续使用图拉针。因为在1年前的采访，我也是有看到他的图拉针也是有装备，也是有军器的，看来他是没有打算分解，还在继续使用。这里他是使用步兵的装备，不是领袖装备，然后他这里身上的专属全部都是领袖的。不过这一套装备似乎是跟1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等一下我们要看比较才知道。至于下面那一排的装备呢，也是全部都有专属，但是他的工兵装备就佩戴了一个骑兵专属的战鼓，他可能是放错了吧，又或者是他没有其他的饰品了。也可以看到他的司机是没有带饰品的，所以有可能他这个装备是多出来没有用到的。那么在这一排的装备呢，第一套是步兵装备，全部都已经觉醒5了，只是还差一个反击术，反击术还在觉醒3的阶段。下一个就是工兵的装备，那其实这个工兵装备也算完成度蛮高的，它只是失落之地的装备并没有完成的特别高。像是武器跟头盔都是失落之地的装备啊，可能就是图纸不太够用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马上觉醒5。但是其他部位都已经觉醒5了，只是差手套还差一个阶段就要觉醒5了。饰品方面就没有到达觉醒5，再来就是骑兵装备，这里全部都是觉醒1，除了裤子已经觉醒4了。那说实在，在这个游戏里面，裤子的图纸是特别容易拿的，所以它的裤子已经到达觉醒4也算是正常。那虽然说这一套的骑兵装备觉醒的阶段比较低一点，但是都是有专属。不过这里没有佩戴饰品，估计它的饰品应该是不够用。那最后一套装备我不确定为什么它要放一个采集装备啦。那既然是采集装备，固然就是没有觉醒的，不过这边大多数都是已经有专属了。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之前的装备，左边是现在的，右边是之前的。那我发现到他的领袖装备好像是分解了，又或者是他忘记分享。可以看到他之前分享给我的图片是有领袖装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边的对比。首先就是步兵的装备啊，把头盔给换掉了，然后原本的觉醒阶段没有这么高了。至于第二套的诸葛亮装备，原本是给诸葛亮使用散装的，后来就换成了毕业装。饰品的搭配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把原本诸葛亮的装备似乎是已经交给了海尔曼吗？那虽然他是已经调整了，然后给海尔曼使用，但是他这边的觉醒程度也是有提升了。就是说他把原本诸葛亮的装备再次提升，接下来是骑兵的装备搭配方面跟之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不过原本骑兵的装备都是觉醒1到觉醒3左右，现在都是已经觉醒5了。不过这边可以看到，基本上他的骑兵装备都有保留下来啊，就是之前用哪一套现在都有留着，只是他的那个饰品就没有了。
一个骑兵的毕业装，然后2个骑兵的套装，甚至之前 Osno 其中一套的骑兵装备是完全没有觉醒的。不过也可以看到，在1年过去了，他的骑兵装备尤其是失落之地的装备没有特别去提升啊，他应该是把失落之地的图纸花在步兵或者是工兵上面。还有之前步兵的装备也是没有觉醒的，后来也是觉醒了，虽然不是全部觉醒物。所以他的装备大致上是这样子吧，就是把之前原本没有专属的装备都变成专属，然后那些没有觉醒物的都会有提升，只不过他不会专注在骑兵。我反而觉得他的工兵是提升到最多的。那在看完了装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军器。现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Osno 目前的军器，哇哦，真的是有一点夸张啊。那说到最极限呢，就是一套军器里面有4个专属，再加上4个普通铭文不过对于一般玩家来说，有4个专属铭文都已经很夸张了。从这边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Osno 不管是骑兵、步兵、工兵，都是拥有一套4个专属铭文的军器。不过它只是单步兵的军器都已经有3套了，然后第2套有3个专属铭文，第3套有2个专属铭文加2个专精铭文。工兵方面，另外一套就只有1个专属铭文，但是有5个普通铭文。骑兵的军器另外一套就是有2个专属铭文、2个专精铭文跟1个普通铭文。最后一套骑兵就是有5个普通铭文。不过你们可以注意看啊，这边的军器都是洗的还蛮干净的，虽然还是有一些部队速度提升不过大致上都是同一个兵种。所以这里算起来 Osno 目前总共是有20个专属铭文。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在1年前 Osno 的账号就只有5个专属铭文不过提升的还蛮快的，在1年过去之后直接变成20个。那说实话啦，在1年前我拥有的专属铭文可能就只有1个而已，那目前应该拥有5个了吧。但是我的专属铭文全部都是靠 KVK 拿到的，它只是光靠 KVK 胜利还有购买礼包都已经有20个了。那如果是根据 KVK 来看呢， Osno 其中6个专属铭文应该是从 KVK 拿到的，就是说剩下的14个全部都是靠购买礼包获得。而且以前的军器三维其实并不是这么干净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兵种在军器里面。那当然大家就会好奇 Osno 这个账号到底贩售多少钱，那你们可以看到是贩售5万美金，其实是卖的比之前亚劳的账号还要更加便宜了。拥有71个金色装备，66个是有专属的，有32个装备是已经觉醒5了，有6个装备是已经觉醒4，然后11个装备是已经觉醒3。至于觉醒的统帅就没有写出来，要看照片，不过我觉得他大多数的统帅都已经觉醒了。战力跟击杀大家都不需要看了吧，之前都已经分享了。不过账号里面还是有剩下908颗金头，然后有234张移民令，加速居然还有1000多天，资源方面还有100笔链，也就是1000亿。至于左手边的列表就是他这个账号拥有的传说等级皮肤，这个就是他手头上拥有的加速，那其实他的通用加速就只有769天，也就是说剩下大概2年左右不过还有其他的加速只是建筑加速会比较多，研究加速也是蛮多的。不过如果只是计算通用、治疗还有训练加速的话，确实是有差不多1000天左右。不过1000天的加速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其实是已经足够使用了。但是能够战斗多少个赛季呢？我觉得大概2-3个赛季左右吧，这个取决于玩家到底是怎么去使用他的账号。至于他贩售5万美金的原因，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加速其实也不算特别多，不过资源方面应该也是足够一般玩家去战斗3到5个赛季左右了。以上就是最高击杀玩家 Osno 的账号介绍，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那目前 Osno 还是使用着他自己的账号，至于什么时候什么人会买掉他的账号我还不清楚。那换作是你的话，你们会去购买 Osno 的账号吗？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